F7U 弯道怎么看怎么萌，上面、下面、侧面，尤其是侧面啊，你看它那鼓得大大的灯泡状的驾驶舱，设计它的人要是说自己没有画过漫画，我是不太相信的。可是就是这么一架看上去满是安全感的飞机，却被贴上了一个与气质恰恰相反的标签——少尉终结者。在其短短的几年服役期间啊，他干掉了4名试飞员、21名海军飞行员，同时也自损超过1/4，当之无愧成为了有史以来事故率最高的美国海军后掠翼战斗机了。今天我们就来讲讲他的故事啊。二战后期，喷气式飞机的技术迎来了黎明。美国海军当然也不愿意错过这第一班车啦，于是就向各家飞机制造商发出邀请，让他们设计一架能够轻松飞过12000米、速度达到1马赫的舰载机出来比试比试。谁要是造得好啊，订单大大的有啊！这个请求呢是在1945年6月发出的。但其实在此之前，飞机制造商沃特就已经在着手开发一架这样的飞机了。他不仅抢得了先机，手里面还握着一张王牌，那就是来自德国的前梅赛施密特公司的高级飞机设计师沃德马尔·沃格特了。他在二战快要结束期间呢，负责了一些德国先进的后掠翼喷气式飞机的开发工作。这就不得了了啊！带着丰富的设计经验和德国科学家测试出来的关于后掠翼喷气机的重要数据加入了沃特的他，简直就是一张王炸啊！果不其然，很快一架符合海军要求的飞机便在他的主导下诞生了，这就是后来的 F7U 弯道。初次见面着实惊艳啊！这架飞机完全不同于以往任何的一架飞机，甚至把时间线往后拉也很难再见到跟它一样的来者了。你来看这张照片啊，展示了第181空中特遣队的一次编队飞行。弯道同他身边的 F9F 美洲狮、F2H 女妖和 FJ-3狂怒像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吗？难怪很多见到他的记者直接就把他改叫为蝙蝠侠了。这个蝙蝠侠呢，看起来的确很厉害的样子啊。他拥有一双极其宽大的后掠翼，从驾驶舱的后缘一路延伸到机身的尾部，因此就没有了水平尾翼。垂直尾翼的布局呢也很特别啊，它们是从2个机翼的后缘长起来的。另外也是在这里，机翼的后方还装着副翼，它们部分替代了水平尾翼的功能，可以让飞机实现俯仰、滚转的动作。控制它们的是一套黑科技了，号称是带有力反馈的液压系统。飞行员通过它呢，可以更直观地感受到各个控制面上所受到的空气的力量，以便做出更加细微的操作，飞出更强的机动能力来。同时，你看它的前起落架也与众不同啊，又高又长，有没有？是的啊，它是可以伸缩的，也是可以拐弯的。在从航母的甲板上起飞时，它可以将弯道的机头抬高到离地4.27米的位置。没有上翘的甲板，那就自创一个上翘的机身呗。大迎角配合大翼面，确实更容易飞得起来啊。但是头抬得太高，在降落时就不太方便了啊！飞行员只能看到鼻子，看不到跑道啊。没有问题，你以为他那个不成比例的大灯泡罩子是干什么的？设计师已经想到了，它就是为了让飞行员能够坐得更高，视野更好的。加上前起落架也能够再缩回去一点，顺利降落。好说嘛。2个引擎呢夹在机身和机翼之间，显得没有什么存在感，也的确是这架未来战机最拉垮的部分了。动力表现平平，甚至有的时候呢还会出现不够用的情况。但好在啊，它能装啊，内部单舱可以挂下2枚2000磅的炸弹，外部挂架也能够携带1000磅的炸弹，还能够带上最多4枚麻雀空空导弹和标配的4门20毫米机炮，对地攻击优势满满，对空战斗也具威胁啊！海军已经是满意的不行了，试飞成功之后呢，就直接下了订单。好了。海军飞行员的噩梦开始了。后来一系列的测试训练让所有参与人员都苦不堪言啊。举个例子啊，爱德华·费特纳中校当时是美国海军的一名资深飞行员，驾驶过很多名机，包括这架 F7弯道。1951年的11月呢，他接到了一通期待已久的来电，是海军航空训练司令部的一位上将打给他的。对方很激动啊，说恭喜你，你已经成功入选海军飞行示范中队了，也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蓝色天使飞行表演队。费特纳当然就更加兴奋了，因为获选蓝色天使绝对是一件大事啊，它意味着皇室一般的待遇。免费周游全球，结识更多的名流，享受耀眼的聚光灯，等等等等，而且也能够为海军招募到更多有价值的人才嘛。对费特纳来说没有比这更好的工作了。但是他还是留了一个心眼儿，在没有答应之前呢，先是向对方抛了一个问题：那我们会驾驶哪架飞机呢？F7U 弯道，海军上将淡定地说：“那么抱歉了，长官，我不能接受这份工作。”费特纳丝毫也没有迟疑地回答道：“为什么呢？
因为他之前在航母上已经领略过这架飞机的残忍了。因为除了他以外呢，当时会开这架飞机的人几乎全都送命了。再光鲜的身份和生命比起来，都是微不足道的嘛。纸面数据这么好，怎么一到实际的跑道上就成夺命十三郎了呢？不奇怪啊，因为在他身上没有一项技术是成熟的。夸张的机翼布局让他变得非常难以控制，一不小心就会陷入到疯狂的螺旋当中，难以改出。带有反馈效果的液压系统呢，压力几乎是其他舰载机的2倍，因此面临不断的泄漏和失压。那根又长又细的前起落架怎么改都不够坚固啊，杵到航母的甲板上就很容易让弯刀栽了跟头。还有那2台一开始就贫血的吸污喷气式发动机，从来就不要指望它能够给你足够的动力。按飞行员的话来说啊，它比吸污烤面包机散发的热量还要少啊。于是，在发生了很多次事故，在海军的忍耐到达极限后，这架飞机也就永远被放弃了，连一次修改的机会也没有留给它。好了，这个呢就是今天的故事。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在颠簸的行驶过程中，如何保持稳定的开炮？坦克其实是有2种方法的，一种是不管你坦克有多颠，我只要保证炮管不颠就可以了；另一种是不管你轮子有多颠，我只要保证车身没那么颠就可以了。要是你的话，选哪一种呢？只管稳定炮管看起来是更靠谱，也更容易的，对不对？所以它才成为了今天的主流嘛。但是啊，二战时期德国人却有着不一样的执拗，他们想要让自己的虎式从底盘开始就能够在奔跑当中保持最强的稳定性了。事实上他们的确也做到了，但代价却是一套与众不同的数量庞大的负重轮了。所以这套复杂的负重轮系统是怎么解决问题的？而如果它真的那么好，美国的坦克为什么就不那么干呢？我们今天来简单讨论一下。首先啊，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对于履带轮来说，数量越多，行驶还真的就越平稳。为什么呢？因为它可以帮助坦克将车身的重量更加均匀地分布到履带上，减少了对地面的压力，降低了对使用场景的挑剔程度。哪怕是再松软、再泥泞的地方呢，也能基本上没有压力的通过。举一个例子你就懂了。黑豹坦克重约44.5吨，但是通过负重轮和履带的处理，每平方厘米对地面的压力却只有0.88公斤，还不如一个普通的士兵来得大。你说得要什么样的路况它才过不去呢？所以理论上啊，你想要的一辆坦克一定是负重轮越多越好的。但是矛盾产生了，车身就那么长，怎么才能装下更多的负重轮呢？英国的丘吉尔坦克交出的答卷是用小轮子。你看它那密密麻麻的小轮子呢，真的就把坦克的2侧排得满满当当的。有用吗？当然有用了。对比起轮子没有那么多的谢尔曼，它浮起来的能力确实是强了不少，是宝贵的优势，但是却也有着掩盖不了的劣势啊。小轮子一旦遇上崎岖的地形，那就堪比灾难了，那颠的会让你怀疑人生的。我有辆20寸的折叠自行车和一辆正常的26寸的3D 车，都没有避震啊，去其同样的山路，仿佛经历了2种不同的人生。而且装上小轮子的坦克不光颠，还特别废。它有着更大的滚动阻力，它有着更高的磨损程度，它需要更频繁的维修保养。德国的3号和4号坦克呢，就是被这些问题所困的。然而这还没完，装上小轮子的坦克还开不快。谢尔曼与丘吉尔虽然后者更能浮，但是最高速度却只有前者的1半。你能够说它的机动能力更好吗？那该怎么办呢？如何才能解决在有限的空间里面装大轮子，跑得更快、跑得更稳的问题呢？德国人说你们都傻，把它们叠起来不就可以了吗？你看从虎式开始，它的负重轮安排就是这个样子的。每根轴上套了3个车轮，然后交错的插在一起，从而实现了又大又密，把小车轮的优势给拿了过来，就既能开过别人走不了的路，也能够一边走一边朝别人稳定的开炮了，妥妥的神器，有没有？前提是它不要坏。来看先前的这张图要是第5根轴上最里面的这个车轮坏了，要怎样才能把它给换下来呢？你至少得要先卸下其他8个车轮才行啊！这种维修量可是上不得战场的。德国人哪来的自信，觉得他们就不会遇上英国人的地雷呢？结果修吧。即使后来的黑豹和虎王逐渐做了简化，但维修起来依然是不容易并且它还有个问题，由于轮子和轮子挨得太近在沾满泥泞度过一个俄罗斯寒冷的冬夜之后，便直接被冻住了。于是坦克组员的工作清单里面不得不再加上一条：休息之前先清理履带。这是战场上该干的事吗？
所以美国人说去你的大轮子嘛，我们可没有那么多功夫来伺候它，颠一点就颠一点吧。他们的谢尔曼不管装的是垂直还是水平的涡壳弹簧避震系统，开起来都会比虎式更加的摇晃颠簸。那是不是就意味着他们就直接放弃了运动中开炮的诱惑呢？哪里啊，只是思路不同而已。他们开发了一套不让炮管摇晃的系统，利用陀螺仪的稳定性使其置身事外，而且事实证明，这才是更加成功的尝试啊。于是至今火炮稳定系统都保留了下来，并且越来越强了。当然，对大轮子的追求呢，其实也并没有放弃啊。今天的坦克在拥有了更好的悬挂、更多的减震和更强的发动机后，终于使轮子在大和密之间找到了平衡。好了，这就是今天的内容。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你要跑多快才能追上自己射出去的子弹？这听上去有点像是伪命题啊！因为不管你跑多快，子弹射出去的速度都是在你的速度上又加上了它自己的速度，怎么都比你快，还怎么追？但是等等啊，有没有可能这样？我在射出子弹之后呢，马上就加速跑去追呢？通常情况下，子弹的初速度呢在700到800米每秒之间。我们取个中间值750米，那么它的时速就是2700公里啦。看样子你是怎么加速都追不上了。战斗机或许还可以啊，取决于子弹离开枪口时战斗机的速度。如果它是在1马赫的速度下开枪，不应该是开炮的话，那么就需要至少加速到3.2马赫才能追得上。谁可能会办到呢？似乎只有 SR-71黑鸟了。但是完成这个壮举的还就不是它，偏偏是一架最高速度不过1.1马赫，服役时间不过才短短几年的战斗机——格鲁曼 F11老虎。而他追上自己的炮弹纯属意外，并且还付出了坠机的代价，因此成为了历史上第一架自己把自己击落的战斗机了。怎么回事呢？今天咱们就来讲讲啊。上世纪50年代初，格鲁曼的设计师开始着手对其 F9美洲狮战斗机进行现代化改造，为它带来更低阻力的同时，实现超音速飞行的能力。当这样工作于1953年完成的时候呢，结果却拿出了一架与美洲狮完全不同的飞机。这种新型飞机配备了全跨距前缘凤翼和带有扰流板的后缘襟翼，而通常用于横摇控制的副翼则被拿掉了，翼尖也变为可上翻的样式，方便在航母上存放。在1955年4月的首次飞行当中呢，他就以接近1马赫的速度展示了其过人的高速能力，把海军惊得当即就下了订单，要求格鲁曼你赶紧给我交货400架。看起来啊，真是喜欢的不得了啊！然而蜜月期很快就过了，在使用了一段时间之后，老虎的缺陷一个个都暴露了出来。它的发动机不是那么可靠，它的续航里程呢捉襟见肘，它的耐用程度实在是很弱鸡啊，各方面的性能都完败当时生产的其他战机，比如沃特 F8十字军。于是到了1959年，在短短的4年之后，生产就被叫停了，只有199架被实际造了出来，而且很快海军连一架都不留给他们自己的航空母舰了，只在蓝色天使飞行表演队继续使用了几年而已。按理说啊，这种完全没有存在感的飞机，应该很快就被人们忘得一干二净才对嘛。可是他偏不，非要用一场极端的空难，把自己挤进超音速战机的名利场，好时不时跟人炫耀。你知道我当时有多快吗？都快到被自己开出的火炮给击落了。是的，就在1956年的9月21日，年轻的美国海军试飞员汤姆·阿特里奇驾驶着一架 F11老虎从纽约长岛起飞。他此趟的目的是要在大西洋的上空进行武器测试。当爬升到6000米的高度时，测试开始了。阿特里奇以1马赫的速度一边向下俯冲，一边从机身两侧共计4门20毫米的机炮当中射出了第一轮大约70发的炮弹。仅仅4秒之后呢，它的高度就已经降到了4000米了。接着，他打开了飞机的加力燃烧室，以更大的角度开始了第2轮的俯冲。当到达2000米的高度时，他再次开火，直接就清空了弹袋。可片刻之后，他的驾驶舱玻璃被什么东西给打碎了。阿特里奇认为这是一次鸟击，他立即就放下油门，并拿起机头以降低速度，然后转身飞向纽约卡尔福顿附近的格鲁曼空军基地。但在飞回空军基地时呢，阿特里奇注意到刚才击中他的物体还在右侧发动机的进气口留下了一道相当大的伤口，并且很快发动机就真的开始给他带来麻烦了。他最多只能开到78%的功率，如果再继续将油门推过这个数字的话，就会导致发动机按照他的话说啊，像是用真空吸尘器从地毯上吸起石块一样剧烈咆哮。虽然是在继续飞向空军基地，但阿特里奇却在迅速的损失高度啊。
最终在距离基地不到1.6公里的时候，飞机的发动机熄火了，老虎最终扑上了一片森林，在跌跌撞撞的向前滑行了将近100米后才停了下来。所幸的是，阿特里奇只摔断了1条腿和3根椎骨，奇迹般的活了下来。这该死的鸟啊！他心中一定会这么骂到的。但事后调查显示，他骂错了，甚至他根本就不该骂嘛，因为导致他坠机的正是起初从他的炮口当中射出去的那70发炮弹了。这张图应该能够看得很明白了啊。当炮弹离开飞机时，它们的初速呢虽然是2700公里，但是很快就会在空气阻力的作用下大幅减慢。而与此同时呢，飞机的动力始终都在啊，所以并没有减速。在这个更为极端的例子当中呢，阿特里奇反而还开了加力，以更快的速度向下俯冲。于是无意当中，他从炮弹弹道的下方超过了炮弹。11秒后，当他重新拉起飞机，第一轮被他射出去的70发弹雨正好经过他的头顶，一发撞在了他的驾驶舱玻璃上，一发击中了右侧发动机的进气口，再加一发穿透了老虎的鼻椎。你说阿特里奇是什么样的运气才碰上了这样的概率？先是被海军声称只有100万分之一的可能的自己把自己给打了下来，又在坠机撞上地面后以极低的生还率从驾驶舱里面爬了出来。这2个概率拿出来乘一下，他该不是人类历史上最幸运的人了吧？虽然这个幸运还是从一开始就不要来的好啊。所以这件事情告诉我们呢，飞机飞太快的确是容易误伤到自己的。不仅射出去的炮弹可能，就连射出去的导弹也是有可能的哦。好了，这就是今天的内容。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如果你觉得矿山卡车就是车中巨无霸的话，那么错了。真正的巨无霸此刻呢正在南极大陆，可惜他失联了。准确说是咱忘记把它埋哪边了。所以怎么回事？这个巨无霸又是谁呢？今天就给你讲讲这个有趣的故事啊。故事的主角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车中巨无霸，叫做南极雪地巡洋舰。你先来感受一下它的尺寸啊，长17米，宽6.1米，最高接近5米，光是轮胎的直径就有3米了。内部空间巨大，厨间、工作间、休息间、驾驶室一应俱全，储备的物资呢，足够让一小队探险成员在与世隔绝的环境里面生存长达1年之久。而且这还没完啊，在它平坦的车身顶部居然还携带着一架双翼机，再一次把探索的极限向外扩展。就问你，它算不算是一个极地探险家的终极座驾吧？而且这个座驾不是2020年的座驾，也不是2000年的座驾，甚至还不是1980年的座驾，它是1939年的座驾。83年以前拥有这个玩意儿去南极，不就该跟个玩似的吗？设计它的托马斯·保尔特博士当时也是这么认为的。他之所以要设计出这么个玩意儿呢，也的确就是希望自己的下一次南极冒险能够跟玩儿一样。1934年，在作为著名南极探险家理查德·伯德的助手第一次登上南极大陆之后，保尔特经历了一次记忆深刻的意外事故。当时，上司伯德独自外出前往距离大本营有几个小时车程的一座气象站，开展一些观测活动。按照计划，他们之间应该是随时保持无线电沟通的。但是几天之后呢，大本营里面的保尔特突然怎么都联系不上伯德了。这很反常啊，因为伯德清楚的知道保持联系的重要性嘛，除非他遇到意外了。博尔特就非常着急啊，赶紧就组织了另外2名队员连夜踏上了前往气象站的路途。可是黑暗、大雪、冰冻，再加上他们唯一拥有的极不靠谱的一辆履带车的突发故障，使他们2次冲出去，又2次被迫撤了回来。好不容易啊，才在最后摸爬滚打着到达了气象站，发现伯德已经一氧化碳中毒了。好在他们来的还不算太晚，伯德挺了下来，只不过想要恢复呢，还是非得要转移到专业的医院才行啊。可冰天雪地的南极哪有专业的医院啊？于是，在又等了2个多月，直到气象条件允许飞机进入后，伯德才最终被接了出去。大伙儿呢，终于也松口气了。这件事啊，让保尔特意识到，有一个可靠的、能够在崎岖的雪地和断裂的冰缝之间穿行无碍的车辆，多么重要啊！如果他们当时就有的话，他和他的队员就不至于陷入到濒临死亡的绝境当中了。这种事情绝对不能再发生了。于是，当他回到美国，回到自己任教的装甲技术研究所时，他的心中呢，已经有了一个计划，他要设计一台可以在极端条件下运行的移动实验室出来。好吧，在纸上画画图呢，不算太难啊，难的是说服有人掏钱来买单啊。这个过程，保尔特足足用了2年时间，从1937年开始，到了1939年的春天，美国政府才最终决定在次年的第3次
次南极探险中使用保尔特设计的这辆雪地车。所以有钱好办事，这辆车绝对是最好的证明了。有了钱之后，为了赶时间，他只花了11周3个月不到，就从芝加哥南部的普尔曼公司里面下线点火了。当这个庞然大物出现在公众面前时，所有人的情绪都沸腾了，他们都觉得征服第7大陆非他莫属了，美国的旗帜终将盖过其他所有国家。他们这样想有错吗？没错啊，因为纸面上雪地巡洋舰的确非常厉害啊。除了我们刚才说的大以外，它还有以下这几样特殊的本领，咱们来罗列一下。一是它使用的是柴电混动模式，也就是跟如今的电力机车和大多数的矿山卡车一样的动力形式了。2台柴油机呢只管发电，然后将电力输送到位于每个轮胎里面的总共4个电机里面驱动车辆。这样的好处是省下了安装传动机构的空间与重量，可以装下更多的物资了。二是它的4个轮胎都可以转向，于是就将转弯半径呢大大缩小了。再加上巨大的轮胎带来了极好的吸震效果，使其在冰冻路面上的机动能力得到了很好的保证。3是它每一个轮胎的悬挂都是独立可调的，最低的时候甚至可以完全缩回到车身里面，不仅可以让它像一只扑倒的企鹅一样，利用光滑的下腹部自己把自己推过裂开的冰缝，还能够在停放时用车身内的余温照顾到橡胶轮胎，不至于让它被冻坏掉。4是车身内的温度怎么来呢？利用发动机的冷却剂嘛，让冷却剂在发动机与车身内的复杂管线里面循环流动，就既能够帮发动机降温，又能够给车内添温了。外面再极端，里面死春天啊，厉不厉害吧？可不过所有人都忽略了一样东西，那就是实践了。造它的地方是芝加哥温暖的夏天，可用它的地方是平均冰点以下25度的南极。但你猜他们一开始模拟试验了没？没有啊！雪地巡洋舰的第一次踏雪就真的是在南极啊，而它一踏上去，所有人的心里面只有一个词：完蛋。为什么呢？你看它的轮胎光滑如镜，它是准备滑着走还是滚着走呢？抱歉，都不能走，一陷进雪里面就很难再出来了。你说怪了啊？就这种事情，普通人都能够想得出来，怎么专家就想不到呢？他们太自以为是了嘛，认为带了花纹的轮胎更容易积上雪，在结冰之后呢就更容易打滑，反倒是一开始就光滑的轮胎可能会运行得更好一些，因为它不怎么沾雪嘛。不沾雪在南极就意味着不沾地，不沾地那还怎么开？他们为什么就不能往深一点想想呢？当然除了这个还有很多吐槽的，甚至在一开始从芝加哥开到波士顿港口的路上就快把问题给暴露完了。轮胎打滑不沾地，动力弱机开不快，一入沟河就得等3天，等等，连本来兴奋的吃瓜群众都有点懵了，问说，就这东西在南极它真的能开吗？专家硬绷着说它是为南极设计的嘛，所以在这儿遇到的所有的情况呢，都是在我们的预料当中的，大家放心，等到了南极它就猛如虎了。有南极虎吗？事实上他连登陆时所在的那块冰架都没有离开过。探险队在折腾了很久之后，最终决定躺平，就把它当成是一个固定式的庇护所吧。什么要开到南极点的决心，咱不提了。事实和理想之间的差距稍微大了一点啊。当然，他们此次的探险呢，原本也没有机会完成的。很快，2战打响，队员被召回，雪地巡洋舰也被迫留在了原地。这一留就是永远。人们最近一次找到它呢，还是在1958年。那之后，它就再也没有现过身了。不知道它会不会留到下一个主宰地球文明的出现呢？好了，这就是今天的故事。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2战空中是各种王牌战机的秀场。英国的喷火，美国的地狱猫，德国的 BF-109，日本的零式，当然还有其他很多不过你有没有发现一个规律？那就是在太平洋上空飞行的飞机和在欧洲上空飞行的飞机是明显不同的。最大的区别体现在它们的鼻子上。太平洋战机有着短而平的鼻子，但欧洲战机呢，鼻子通常又尖又长。为什么？最直接的答案在于它们所用的发动机是不一样的。短平鼻子的战斗机，比如 F-6F 地狱猫零式，所用的发动机呢是气缸围绕着中心曲轴，像自行车辐条一样径向排列的新型发动机。由于可以把气缸尽可能的放在一个平面上最多就2个吧，就能利用吹过来的风呢，直接把热量给带走了，省去了额外的降温手段，简单方便但是径向排列的气缸本身就增加了发动机正面的直径，再加上这个正面呢，还得是需要直接迎着风使劲吹的。你能把它给罩上吗？不能嘛，所以便呈现出一种又短又平的外观了。
而常见鼻子的战斗机，比如喷火、野马和 BF-109，它们用的是将气缸分为2列，从前到后斜着插在中心曲轴两边的微型发动机，所以正面不大，更多的体积呢体现在侧面，当然就显得长了。而且它用的也不是风冷，因为很难用得上嘛，而是水冷。主动的水冷，使用冷却液在发动机和散热器之间不断的循环来带走热量，所以把发动机罩在一个更加平滑的空间里面，不用担心这里缺风，还能因此而提高气动性能，是更为有利的选择了。于是鼻子就尖了。不过我们是不是还得往深里面再多问几句呢？为什么太平洋战区的飞机更喜欢用风冷而不是水冷？反过来也一样，为什么欧洲战区的飞机更喜欢用水冷而不是风冷呢？是性能上面的差别吗？这2种发动机在设计上呢都是非常出色的，也都能提供出强大的动力，所以选哪个其实区别都不大它们应该不是主要的原因了。那主要原因是啥呢？总结下来大概有这么几方面首先一个是战斗的可靠性，新型战斗机以其超级能抗造而闻名，即使在战斗中有个别气缸遭到了破坏，也能够继续保持运行，只不过呢损失了一些功率而已。而且它散热靠风，灭火也能靠风所以就不太容易让发动机整体过热之后宕机。但对于液冷的微型发动机而言气缸的损坏可能导致冷却液的流失，发动机在无法有效降温之后呢，便直接停掉了。这个在欧洲上空非常糟糕，但是换在太平洋上空哪里只是糟糕原因很简单这里到处都是水，一片无垠的水太平洋空战的特点是需要长时间的在海面上飞行，无论是战斗还是巡逻，无论往返的是基地还是航母，所以那该死的发动机绝对是不能停的但换一个场景，情况就变得有点不一样了。如果喷火在英格兰上空失去了动力，它就不会那么焦虑滑翔和跳伞都是可选项，而且大概率呢还能够在安全落地后赶回家喝口压惊茶。太平洋呢，你能把飞机滑翔到哪儿去，又能跳伞飘到哪儿去呢？哪儿都是空旷的海面没有茶只有水，不是喝而是灌了。其次，简单。新型发动机在设计上往往比微型发动机要简单得多而就是这个简单呢，在这儿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了。相比起欧洲战场优质充足的后勤保障与维修设施，太平洋的岛屿上和航母上条件那叫惨不忍睹酷热的气候，缺乏的补给，简陋的设施，还有热带的蚊虫。得了，你不要给我搞什么复杂的发动机越简单越可靠，越快能够修得好就可以了。看起来除了新型发动机还有得选吗？不过话说回来，既然新型在这儿有优势，那在欧洲上空不该也有优势吗？为什么就用的不多了呢？一个是我们刚才说的，由于设施完善，他们对于易于维护的渴望程度就没有那么高。二是微型发动机的供应量它很充足不用不也是浪费吗？喷火和野马用的都是罗罗的梅林发动机原本呢它就是作为一款赛车引擎设计的，早就已经生产出了很多只需要稍微改动就能装上飞机了，不比你重新设计生产新型发动机来的多快好省吗？而且它们的确也更加容易塞进更小巧的机身当中使战斗机也变得更加小巧，更加流线。这个呢肯定会带来一定的空中优势的。最后还跟平台有关太平洋上的战斗机很多都是舰载机，你说是扁而短的飞机好放，还是长而尖的飞机好放呢？答案很明显吧，而且海军大概也并不喜欢损坏的微型发动机将冷却液流出来，把甲板搞得又湿又滑了吧。好了，以上呢就是我能够想到的几个原因。当然新型和微型发动机各自还有很多不同的特点，欢迎大家留言来帮我补充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航空史上从来不缺奇人，美国飞行员鲍勃·帕多就是一个，因为他用飞机来推飞机。是的，不是推测，也不是推船，而是在空中推飞机。1967年3月的一天，4架 F-4幻影战斗机从美军在泰国的基地出发，前往越南河内轰炸一座钢铁厂。那儿呢，防空火力异常密集他们几乎就没有可能全身而退。果不其然，在攻击还没有开始的时候呢，其中一架 F-4就被炮火击中了。好在它还能飞于是就继续留在编队里面完成了投弹任务。可是只怪运气太差，另一枚炮弹随之而来，2次重击之下呢，它的燃油开始从机身当中倾泻而出了。想要返回基地绝无可能唯一逃生的机会就是弃机弹射了。但是现在还在敌区上空，即使成功落地，也会被俘，生存的希望依然渺茫嘛。作为本次任务的队长，帕多是不能接受这样的结果的。虽然他自己的 F-4也受伤并正在漏油，但他却选择陪在同伴身边，寻找办法帮其脱困。什么办法呢？
帕多想到了2个A 计划是用自己的机头紧贴着同伴的机尾，将其顶着一起往前飞。虽然 F4 在将尾部的降落伞丢弃之后呢，确实能够空出一个供尖头落脚的理想推进点，但无奈它尾部的湍流实在是太大了，帕多的飞机根本就无法靠近嘛，因此只能再试试 B 计划了。那就是从它的下方靠近，慢慢的将其驮起来，就像波音747驮航天飞机那样。可是人家那是经过了改装的呀。当帕多将自己的飞机一点一点向上靠近同伴的机腹时，他意识到这个也行不通，因为机舱盖根本就承受不了这样的压力肯定是会碎掉的。那个时候他们就只能弹射了，不仅救不了同伴，自己也被搭了进去。B 计划也流产了。此时前面那架 F4 的引擎已经停机了，正在以每分钟1000米的速率快速下坠，还有什么办法？突然帕多看到了一样东西，尾钩。是的，作为一开始就是为海军开发的超音速战斗机 F4 拥有从航母上起降的能力，自然就带有尾钩了。可以试试这个嘛？帕多让同伴放下了尾钩，然后慢慢的将自己的驾驶舱前挡风玻璃呢靠了上去，冒着随时会被顶穿后插到自己身上的危险，居然真的就将前面的 F4 推动了起来。虽然湍流还是会让他们在靠在一起10几秒后呢，就不得不分开一下。虽然驾驶舱的玻璃的确被顶裂成了蜘蛛网，虽然帕多的发动机最终也只剩下了1台还在勉强工作，但这番努力不仅让同伴飞机的下降率减到了之前的1半，也让2架飞机在燃油全部耗光之前一起又多飞了20分钟，飞过了将近130公里，刚刚好离开了最危险的区域。于是他们双双弹射，落地仅仅45分钟之后呢，便被救回了基地，可谓九死一生呐。不过你猜猜，勇气与智慧同时爆棚的帕多后来怎么样了？他受到了谴责，空军埋怨他说：“你把我们价值300万的飞机给弄丢了。”滑稽吧？好在公正总是会来的20多年以后，这个错误终于得到了修正，帕多也因此被补发了1枚银星勋章，故事完美落幕。